既然已经明牌，几百名虎贲军和骁骑卫便也不再做任何遮掩。3支队伍立刻开始各司其职，开始全力以赴进行调查。破青会虽然没有自己的遥感卫星，但是花钱也能从各大遥感卫星公司手里买到最新的图片数据。至于这些公司有没有在过去几天内拍到过杜克矿业，就要看运气了。好消息是他们从几家公司分别找到了杜克矿业过去几天的卫星图。坏消息是从这些图片来看，杜克矿业在过去7、8天时间的卫星图片里看不出任何异常。首先是画面拍摄的时间自然都是白天，杜克矿业大门紧闭，没有任何车辆和人员进出。其次是通过对比之前的卫星图，也看不到任何外来车辆和设备，更没有任何大规模撤离的迹象。消息汇报给吴书同的时候，吴书同也没有惊讶，毕竟这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对方既然已经如此缜密了，自然不可能在大白天调动车辆和人员。只是明知这个方向找到线索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没经过调查就直接放弃。于是他便要求这些人将卫星图片的比对扩大到以杜克矿业为圆心，至少15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看看过去这些天里，半径150公里的区域内有没有什么异常。上万人的调动或许会留下线索，而上万人聚集藏身的地方，想来也会在卫星图上留下蛛丝马迹。比如，有的地方可能忽然涌入很多车辆，而有的地方可能因为大量人员涌入，以至于吃饭时间产生的炊烟都比平时更多、更久。这些元素只要与之前的图片一对比，就能看出差异，继而找到嫌疑目标。紧接着，另一支队伍很快就有了重大突破，他们怀疑杜克矿业的成员有可能通过铁路离开，所以便调查了摩洛哥国铁、卡萨布兰卡货运站以及港口的监控视频。上百人对数百个摄像头、上百小时的监控录像进行了逐帧的分析，终于在码头几台摄像头的监控录像里找到了一些人的可疑身影。这些人在潜入码头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一些证据，立刻便被敌人视为了重要线索。视频很快被送到吴书同的面前。吴书同虽然没见过视频中出现的这些人，但特使董明超手里有杜克矿业所有成员的人事资料。破青会内部的人事资料非常严格，而且是一户一册，对任何一名骁骑卫或者死士来说，都等于是一整个族谱。上面记载了这些人最早进入破青会的祖先，详细到他们的姓名、籍贯、身高、外貌，以及他们俗世中的家人信息。而后每繁衍一代人，也都会详细记载每一个出生在破青会内部的死士或者骁骑卫，他们的生辰八字都有明确记载。到了现代，连每个人出生时的照片都有留档。一众人立刻从这些人事资料里寻找能够与视频中出现的嫌疑人相匹配的目标。很快，他们就在杜克矿业的骁骑卫序列中一一找到了这些人的资料。通过对资料中的大头照、全身照以及侧面、背后的多角度照片比对之后，大家立刻认定，这些悄悄溜进码头的嫌疑人正是杜克矿业的骁骑卫。于是大家都欢欣鼓舞地笃定，他们已经找到了骁骑卫的踪迹。而吴书同也将这个发现视为此次行动的重大突破。紧接着，看到希望的吴书同便立刻下令，把大部分的人手抽调至卡萨布兰卡码头，将事发当天以及前后几日离港的船只资料全部找到，对这些货轮进行调查。几天时间，近100艘货轮从卡萨布兰卡港口离开，前往世界各地。在吴书同看来，这些船只每一艘都有嫌疑。虽然这些船只进了大海很难追踪，但吴书同却不担心，每一艘能够顺利入港的货轮都一定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信息，根据他们的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调查到他们所属的国家和公司。排查的工作量虽然很大，但是这些船一个都跑不了。于是他让人对这些船只的航行路线进行了调查和梳理。国际海运系统和国际民航系统一样，
对每一艘合法登记的民用船只的相关信息向外界实时公开。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专业的网站或者软件上查到任意一家民航飞机的动向，以及他们实际所处的位置。轮船自然也是一样。如果你订购了一辆来自其他国家，甚至其他大洲生产的汽车，你的销售会在你的汽车装船之后，告诉你船只的注册号，这样你就可以实时在网上对这艘船进行跟踪，从而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在你所处的国家靠港卸货。这些船只的信息每隔几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就会上传云端，你甚至能够看到它此时的航速是多少。凭借公开的信息，他们轻而易举地便掌握了这些轮船此时此刻在世界各大洋上的具体位置，以及他们即将前往的目的地。这些船出港最早的也不过才走了1个礼拜，根本就没有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所有的船只都还在海上航行。于是吴书同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开口对袁承泽以及其他核心负责人说道：港口逃离的这些人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直接的线索，所以我决定把至少70%的人手派出去，让这些人去追踪这些船只，每4个人负责追踪1艘船。如果他们还没有走远，就想办法在海上接近他们，对他们进行调查。如果他们的船已经走远了，那就飞去他们的目的地等着他们。这中间一定要严密监控这些船只的航行动向，一旦他们刻意偏离了航线，就将其列为重点怀疑对象。袁承泽立刻问道：大都督，摩洛哥境内的排查还正常推进吗？推进。吴书同道：1万多人，应该不会都选择通过卡萨布兰卡港口离开，就算都从这走，这么多人估计也至少要10天半月甚至更久才能走完。所以剩下的30%人手，一半要潜入卡萨布兰卡港口守株待兔，剩下的一半继续以杜克矿业为圆心，向周围扩散排查，主要调查那些有能力承载上千人的场地，一定要想办法从当地人那里获取情报。如果真是上千人藏身的地方，他们不可能做到悄无声息，一定会留下线索。袁承泽立刻说道：大都督放心，属下会亲自负责排查。好。吴书同点了点头，道：你们一旦发现嫌疑目标，第一件事是先上报，然后派出斥候前去查探。如果斥候死了或者没回来，也第一时间通知我，我立刻通知3大长老。袁承泽恭敬道：属下遵命。正说着，虎贲军一位负责人赶了过来，向吴书同汇报道：大都督，属下从杜克矿业内部找到了宋千氏的佩剑。